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来宾，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苑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科技力智库执行长吴令祥老师。思敏好，观众朋友们你好。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议员。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特别聚焦在这一场中美贸易战当中，打的正是最激烈的时刻。我们先来看到这一场贸易战哦，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我们的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的。首先，确实哦，现在呢，中国大陆已经停买美国的大豆了，但是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巴西则是趁势的崛起，狂赚来自于大豆的钱。南美现在满仓出货，川普现在喊他要针对这一场战争做报复，但是美农会崩溃吗？川习会上面，川普这一次会不会因为种种原因，包括了稀土、大豆等原因，来特别软化他的态度呢？今天会做解答。第二件事情，受惠的除了有巴西跟南美洲国家之外，我们也要来看到澳洲也是这一次的贸易战的受惠国，尤其是在针对牛肉的出口哦，现在呢，澳洲出口量针对中国是暴冲了65%，一口气赚进了超过2000亿元。贸易的版图现在全面洗牌，美国还能翻盘吗？这是第二点。最后我们来看到哦，在这场贸易战之后，几位来自于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家都痛批川普说，他的贸易战是史上最大的自残行为。这一场川习会能够止血吗？还是让美国跌得更深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我们来看到这一次的贸易战点火，在中国正式宣布零采购来自于美国的大豆之后，14日川普的最新发言，他怒批哦，北京你的行为已经构成经济上面的敌对行为，并且警告北京啊，如果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会考虑全面终止进口中国的石油跟其他相关的贸易往来。来看到大陆怎么做回应，这是商务部的最新回应。他说没关系，打奉陪到底，谈大门也会敞开，并指出呢，美国你现在问题可大了。大豆正值你的丰收季，但是你现在却没有地方可以做销售，尤其你的仓库还是整个爆满的。反观在南美的港口，大豆船一艘一艘的开进大陆里面去。来自于央视的新媒体，这个是玉渊谈天的最新数据，我们赶快来看到，今年1到9月，他统计了。美国的粮船靠港次数一口气暴跌了56%，原本大概是72艘，剩下32艘。从7月份之后开始是直接挂零的。反观在南美洲国家，现在呢几个国家每艘靠港的船只大约每月达到40艘，90%都是装满大豆的。这些大豆来自于阿根廷、巴西跟乌拉圭。我们也来看到玉渊谈天做了最新的这个图哦。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一条线，其实就是今年1到5月。美国的船停靠中国的这个船只的港口数量，可以看到一开始都还有零星的一些数量，但是从7月份开始就已经看不到任何美国的船只了。白色这一条线则是中南美洲国家靠港的这个船只数量，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的船只几乎是每月达到38到40艘左右的一个数量，是大举的增加了。那在这一次的这个大量的增加当中，受惠国之一就是巴西了。它对于其他国家的这个关税只课征3%，所以巴西对中国的出口是一路飙升的。尤其从2017年，尤其川普上任的第1年之后呢，巴西对中国的出口占中国的进口量从50%，更是一口气暴涨到75%，至今已经稳坐了全球黄豆超级大国的一个重要的宝座。美国的市调机构是这样说的：如果一直到11月前，中国还是不愿意恢复对于美国大豆的这个进口的话，那么美豆损失将会高达1600万吨，包括了美国大豆协会已经说了，是前所未有针对美农的一个金融危机。所以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岳老师怎么看了。我们来看到川普封杀中国，结果让美国农民现在变成最大的受害者吗？川习会上，川普有没有可能接受软化的一个态度呢？那目前打到现在，中美关税战谁占上风？美国的农民的确是最大的受害者。大家要了解，美国农民其实生活很优渥的，最主要原因，美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社会。在这种地大物博的社会当中的话呢，他们农产品主要就是出口，而出口的话呢，农产品出口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呢，这个农产品是需要经过检疫的，而且要检查里面的每一粒大豆里面所含的这种基因，尤其是所谓的这种基因培育的这种食物各国都有不同的规定。那我这边的话呢，分成2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的话呢，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整个大陆的商务部里面的用语已经改变了。以前的话呢是谈敞开大门，一直在谈，直到最近打是奉陪到底，现在完全倒过来了。现在先讲打奉陪到底，要谈的时候我们再敞开大门来谈。这表示说呢，大陆已经完全做成了要打这场贸易战，而且的话呢，如果说没有绝对的把握，不会把这个打放在前面的。再者的话呢，就谈到巴西。我这边要谈到巴西的话呢，要讲几件事情。我自己深深的觉得，其实的话呢，巴西跟中国学了很多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智慧的话呢，有关于贸易战的时候，像是下围棋一样，一步一步把你围死。美国的话是打梭哈的，一来就叫牌一下全说了这个就是里面之间的差别现在那个巴西的情况下来讲，我们现在讲巴西的大豆完完全全卖给中国，不单是大豆牛肉铁矿什么，通通都往中国走。大家要知道，首先第一步的话呢，那个川普非常嚣张，巴西是基本上的话是美国这个顺差国居然要喊到50%，理由的话呢，就是说是纳索瓦罗是跟川普是好朋友，就是基于私人的恩怨要干涉巴西的司法。那巴西本身的总统鲁拉的话呢，就不吃这个气，就很低调的讲所以说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故意中计，然后呢听中国的安排。为什么要听中国安排？要从中国进口，尤其是大豆。大家知道黄豆、小麦、玉米加高粱才是真正的这种地大物博的国家，包含巴西、美国跟阿根廷出口的东西。那单谈到大豆，就是因为大豆的收成期到了。第二步的话呢，中国马上80%全部从这个巴西进口，然后现在南美洲国家阿根廷呢，马上见风转舵，降低关税，就是从阿根廷进口。美国到目前为止一粒大豆都没有进过，这是第2个部分。第3个部分的话呢，大家要知道，进口农产品的话，他们要签长期的约，不可能说是农民贷款以后只卖1年2年，一签起码10年。所以美国的农民是惨的，大家难过的不是今年而已，大家难过的是未来。所以这一场贸易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豆的粮食大国，因为中国的转向让巴西这一次一举成为了全球的这个黄豆大国。那是不是除了是打这场贸易战，重点是这个粮食新秩序也重新改变了？汉庭怎么看？还是先从前面川普开始来说，他这个人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占便宜了还不够，出门不捡钱就算亏，甚至粪车从家门口运过都要尝尝咸淡。这就是他交易的艺术。那中国大陆就说：“你这边赚着我的钱，还要砸了我的锅，吃完了软饭还要骂厨子，然后还逼着我买你的大豆，好像是你在帮助我。那当然，现在闹翻了，你就一粒都别想。你现在说谢谢都太晚了。”所以《华尔街日报》就说，美国大豆协会的主席哭着说，今年种大豆亏了75万，然后现在每天看着仓库里面的大豆在哭，连化肥农药都买不起，要找银行贷款。这个人还是大豆协会的主席，都混成这副德性了，那其他一般的农民怎么办呢？而且这些农民都是川普的铁杆粉丝，都是 MAGA 的信徒，天天盼着美国能让自己再次伟大。结果没想到川普一上台就给他们的礼物大豆卖不出去，所以这下子呢，天天都在抗议，要狂骂川普。那早知道还不如选条狗啊！那么中国大陆的这边应对就堪称是教科书级的供应链重组的案例。它的核心可以概括成叫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这个转移的背后呢，其实是一套精密的组合拳。第一，它其实是供应链的深度绑印。我们单纯看到大陆从巴西进口了更多的大豆，但不仅在买大豆还有投资巴西的港口、仓储和铁路，还有各种的升级，桑托斯港把它的吞吐量大幅的加大，还推动了两洋铁路等战略项目，所以从根本上来优化它的物流。而第二，过程当中也在推行去美元化，比如说跟阿根廷等国的采购协议当中，大量使用本币结算或者人民币的互算协议，避免了美元的汇率风险，也动摇美国的金融霸权。再来第三，大陆内部自己也在国内增产跟技术自主不断的推进大豆振兴计划。2025年的播种面积目标要高达1.2亿亩，而且还要透过各种的科技赋能不断的提升它的自产率，来形成对美国的战略缓冲。
那么每周季刊这2天最新的一则报道，中国对拉美的新策略就指出，这是整个供应链结构体系的改变。所以我们一般都觉得那可能未来当中美关系和缓啦，那这个交易就能够再度回升。可是，一旦大陆跟南美洲它已经建立长期的购买，或包含它的整个航运链、船班、保险、港口、卸货安排，什么都好了。这所有的一套运作体系都顺畅，即便未来政治缓和，要再把需求切换回来，可能也没那么容易。好，同样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干哥怎么看这个大陆这一次的精密组合拳，是不是重新也是确实改写了粮食新秩序？大豆一向是很重要的大陆的民生物资，大家都知道，因为中国人几千年来靠大豆生存下来，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可是从7月开始，一艘美国船都不来了，哇，那怎么办呢？没有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从阿根廷、乌拉圭进口啊，最大的是巴西啊。刚才岳老师讲过，你知道现在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巴西的大豆源源不绝吗？便宜嘛。东西呢会比美国差吗？不会。经过检验的结果发现，巴西的大豆有时候会受到那个气候的影响，有时候真的太热了，你知道吗？但是巴西的大豆其实凭良心讲，它的稳定性不错，而且呢，它一吨少21美元呢，可以少这么多啊！那要是买这个100万吨的话，那是少多少？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说，美国你猜不到，它竟然可以从5年前只占50%，到现在占了75%。那每个月有来自这3个国家的靠船多达40艘，所以中国非常需要大豆才能够支撑起民间民生的这些企业，很多比如说酱油啦，很多豆制品啊，都必须从大豆来萃取，所以需要的量非常大。美国大豆协会很少见对国家，因为什么？大豆那些豆农都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但是他们真的很少见发声明。对，他们说这个不是一个公益的行为，你这样子的话，让我们豆农现在我们还有最后期限，其实大家都在等待说，我们还没有一个最后的机会可以再翻转，为什么？那就是11月中，11月中只要这1600吨大豆卖不掉，那就真的连饲料或肥料都做不上了。为什么？因为它不能够再仓储下去了。这就是现在的美国豆农的真正的心声跟难处。我相信川普不是不知道，但是他正在拿他的国运跟他自己的一套行事的方法来跟整个制度对抗，以及跟中国对抗。那等于是他在历史上想要留下他的一席之地跟他的名声。不过我认为到最后可能会适得其反。是好，这一场贸易战打到现在，所以接下来的关键就是这个10月底、11月的时候，到时候的川习会能不能川普为他们的豆农谈出一些比较好的消息，谈出一些比较好的结果，否则这些大豆真的就是烂在田里面了。现在除了美农非常的担忧之外，其实呢受到影响的还有美国的牛肉。那另外一个得利的国家，它其实就是澳洲了。因为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我们来看到澳洲这个出口中国的牛肉是暴冲了65%，狂赚进了2000多亿，换算是新台币。整体来说，澳洲大概是这个出口暴增了大约30%其中针对中国是增加了65%。澳洲农业对他们来说是目前从5年前的外交低谷终于是翻身了。在这个时候，才刚公布的2025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3位的得主都跳出来痛批川普的贸易战根本就是自伤行为，自取灭亡。我们看到得利的包括了美国的盟友，不管是这些美农，不管是我们看到的澳洲或者是南美洲国家，但是为什么川普自己美国却输掉了？吴老师怎么看？那个美国是大国，你刚刚讲到澳洲呢，这个算小国，大国的利益比较多层面，所以它跟世界各国都有来往，所以美国的国务院其实外交部是最大的部会的。但是大国有这么多利益的时候，他手上有很多的等于是筹码，他如果善加利用，我们国际关系上讲，这个叫做外交，用外交当做权力工具来行使，这个来怎么样驱使别的国家来做符合他想要他做的事情。可是像刚刚岳老师讲的现在大豆快要收成，压力很大，对不对？难道大豆要收成这2天大豆成熟了，我们才知道它要收成，早就知道了嘛？这表示美国的这些怎么讲幕僚
川普政府的幕僚的水准可能变差，这很多都可以预料到的事，他们就早准备嘛，对不对？然后呢，巴西也不是只有今年才有生产大豆啊，他以前卖给谁？对，为什么以前的贸易是这种形式？现在中国不给你买，换成另外一种形式，那他难道之前都没有预测吗？所以从另外一角来看，川普政府这些幕僚的水准啊，就幕僚作业也变差了。所以呢，那各国现在都要跟美国对，美国又跟全世界各国通通在。他不把他这个权力工具拿来当胡萝卜，都拿来当棒子，每个国家都去敲打，那就有一种可能会形成重弱同盟，大家都结合起来，一起来欺负你，你都欺负我嘛，我们合起来也可以来反击你。所以美国现在麻烦真的比较大，就是这个状况呢。好，谢谢吴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中美之间的这一场贸易战，其实呢，我们现在来扩大范围来看，也涉及到了现在甚至中美打起了这个港口费的大战。今天一起来看到这个最新的火线话题。今天我请3位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的。第一个，现在中美港口费大战已经全面正式的开打了。美国加征针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船只，每吨是$50，中国同样的也不示弱，持续的反击，课征大约是400人民币。互相都加码，一直喊到2028年哦，针对这个港口费持续的加码，港口现在成为新的战场。习川会前真的是火药味非常的浓。第二件事情，中国大陆除了制裁美国，在做这个港口费之外，也针对了北京现在点名了韩国企业，你是不是美国的帮凶啊？针对了韩国企业做了制裁，拉开了第3国报复战的序幕吗？韩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新的代价国？最后一件事情是，美国的杜鲁门号，它这个航母呢撞船到现在8个月都还没有修好，是不是造船业崩坏，出现了一些问题呢？川普真的是想要靠港口费来救产业，但是能救回他的造船业吗？它的船有办法复兴吗？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最新消息哦，美国的最新开打14日开始，针对中国大陆籍的船只加收是每吨达到$50的港口费。刚刚提到了嘛，每年这个港口费都会再增加，那再涨的金额大约是$30，一直到2028年，美国对中国征收的费用会达到$140。同样的，中国大陆也针对美国做回击哦，14日开始，只要是美国企业或美国持股超过25%的船舶，会加征400人民币的港口费，一样的每年都会涨，最多到2028年会涨到1120人民币，大约是$56，可以说是以牙还牙，以港还港哦。更狠的事情是，北京除了针对美国之外，也针对了韩国企业。商务部的最新宣布，对韩国的韩华海洋这一间公司呢，在美国的5家子公司要来实施制裁，因为理由是这5家企业配合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进行了这个301调查，等于说他们就是帮凶。那等于北京也公开警告，是说任何的国家第3国，你只要帮美国，就会被准备封杀。节目一开始请教岳老师怎么看哦？川普现在是以港口费希望让中国大陆来屈服，但是港口费真的能让大陆屈服吗？老师怎么看？今天刚好是美国时间10月14号，也就是港口费开始征收的日子。上一次我来节目的时候就提到这个港口费的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实际上要做的事情是要让美国的造船业重新恢复起来，然后呢，就针对于所有中国制造的船只，或是挂中国名声进了美国啊，挂了中国之名进了美国，开的是中国制造船只，要收取这个费用。那大陆马上就同样提出相对的说法，大陆说每一吨净收$50的$50，然后每一年增加$30，然后一直到$140。我算了一下，20吨的集装箱啊，就是20吨的货柜轮的话呢，要收$1000。大陆这边更狠啊，大陆说是只要是任何的船只公司美国持股超过25%啊，美国这么大的贸易国，持股超过25%，基本上也大概剩下都是了啊，加征400块人民币，我算了一下，就是$60的港口费，每年增加35变成95啊，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2028年的时候变成了就是变成了160，合起来的话呢更贵啊，就是大概算是20吨的
集装箱的货轮的话呢，大概要收1100块。1100万哦，这个是情节非常严重。那我现在要强调这个事情的话呢，刚刚主持人问到我说，中国会不会胜，谁会胜？我跟你讲啊，这个问都不用问。美国为什么要进口这么多的船到港口？因为美国人需要，美国人不是生产。然后呢，美国人需要了，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呢，美国很麻烦，因为美国没有制造业。到目前为止的话呢，世界30%的制造业在中国手里啊，每一年的话呢，以2%到3%的速度在增加。据说到了这个2030年的时候，会45%以上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一半。那美国现在生产，那美国要如何恢复它自己的船的制造业呢？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那个李在明跟美国谈判的时候啊，把 MAGA 改成 MASCA。什么的，就是 Make American Shipbuilding Great Again 那么当然要针对韩国来了，因为韩国跟美国配合的，记住啊，那个不但是稀土的长臂管辖，这个连收拾你这个船只的问题也是长臂管辖。美国本身的船只没有办法自己再生造，军用的跟民用的自己都无法制造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技术加成本以及加长期来的自我放弃的结果。你在这种情况下，要美国不当一个贸易进口大国很困难。到中国来讲的话呢，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说这一场这个贸易战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对中国来讲，它不缺任何东西。是，所以我个人是比较看好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有点愚蠢。这个收这个港口费真的有点愚蠢。因为人家进来的话呢，就是为了要奠定你要进口就要便宜嘛。美国为什么进口东西这么便宜呢？就是因为美国大量的进口，人家竞争嘛。那美国之所以关税有这么强大的底气，也是因为便宜嘛。就是大家要竞争卖到美国，你现在美国不要了，美国不是陷入很大的麻烦吗？对，他一开始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复兴美国的造船业，所以当时呢也找上了韩国来做帮忙哦。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也针对韩国做出了他的子公司嘛，这一家是韩华的子公司做出制裁，是要针对韩国做一个警告吗？不要成为川普的打手。华干哥怎么看？好，我还记得哈，去年那个韩华旗下哈在费城造船厂进行了 MAGA 盛大的仪式，那布条挂出来就是 MAGA， 你知道吗？让美国再次伟大。我的天哪，这是干嘛？你只不过是说韩华海洋株式会社去收购了这个费城造船厂，对不对？我先讲一下费城造船厂的历史。它以前在2次大战的时候是美国海军主要造船厂之一啊。那什么自由轮就是他造的，自由轮跟那个登陆舰，你知道登陆舰之后后来造了多少艘？就是我们的中字号造了1000艘，听清楚，1000艘。那个费城海军造船厂那个时候的能量有多大？后来到了最后，你知道吗？不是近20年来，近30年来，就30年前它就已经非常的寥落了。然后让韩华也没办法，韩华也是美国要他的，他就去收购它，所以收购了他还得挂个布条 ，mega， 我靠，就是以后要干嘛？以后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我们今天韩国人来帮你忙了。那问题在于说，韩国人来帮忙，但是你总不能帮着美国来调查我们中国吧？他现在美国对于中国的301条款，它的调查的主要的项目是什么？就说你在中国的海事物流跟造船业方面，中国政府拿出了多少补贴？那这个就是什么？那这个就是不公平。那就是说，在企业跟企业的这个竞争上面。对于我们美国造船厂是不公平的，所以韩华株式会社，请你提供资料。韩华就真的提供很多资料给他们足以让美国的301调查能够成功。所以中国商务部也开始了，他就说你旗下5家公司，我们现在都要制裁。为什么？因为你严重违反了商业公平竞争的原则，然后呢，你今天也违反了国际法，所以李在明现在有点慌，你知道吗？对。你要制裁我们，你可以自己去好好这个衡量一下李在明。对于美国而言你们可能很重要，而美国也对你们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盟友，尤其是在造船工业上面，可能你今天韩华株式会社可以在美国得利，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若要跟中国竞争、跟中国对抗的话，那输的应该是你们南韩自己。所以我认为
李在明现在头很痛，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安抚中国。好，一方面美国早上韩国也是需要，因为美国自身的能量也不足够。我们来看到，就以中美之间的商船的运力等等，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比较因为《纽约时报》这边特别报道的是说，川普之所以会祭出这样子的港口费，其实是早就已经规划好的一个计谋、一个阴谋了，就是要反制现在大陆在造船业上面的主导的重要地位。因为美国它的这个造船业一直都在萎缩。那尤其比较具体的例子是在10月5号，当时呢不是有一个美国海军的建军250周年的典礼吗？杜鲁门号就是美国自己的航母当时在川普他在发表演说的时候，可以看到背景挂了一个巨大的帆布。那根据了解，就是因为在8个月前，这个杜鲁门号曾经跟某个货轮相撞，所以没修好，他们等于是放了这样一个帆布去遮住，这个叫做遮羞布。那刚刚讲了嘛，我们要做一个中美之间的商船的一个制造能力的比较。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画面，首先就以全球的商船运力来做比较，中国大陆目前的占比是17%，美国只有4%。造船的产能，画面上我们来看到，中国现在是23%，美国是4%。如果以商船制造的能量来说，中国是55%，美国只有1%，差距恐怕要10年才能补得回来。汉庭怎么看？可怜呐、一艘航空母舰的撞痕，8个月修不好，是新竹棒球场吗？它背后的核心困境当然是基础设施的严重瓶颈目前全美国能够容纳10万吨以上核动力航母的船坞只有4个。那目前已经被华盛顿号、斯坦尼斯号还有其他的占据了，因为他们也在长期大修。那还有一些新建的建造任务所占了，所以导致杜鲁门号无处可修。那当然，这也显示背后美国长期以来的产业空心化，就它造船业的衰落深层结构是什么呢？第一个，劳动力的断层，还有长期的成本飙升。这个行业就是缺人啊，比如说焊工啦，然后以及结构的工程师，都是需要非常熟练的技术工程师。可是呢，缺口高达30%以上，而且工人的平均年龄也都偏大，导致人力成本居高不下。所以美国船厂的这光是人工的费用就比大陆高2到4倍。而第二是供应链受制于人，现代军舰建造维修的很多关键原材料，比如航母耐热需要的这个什么锑和钨，那都是依赖中国大陆进口。那中国大陆现在呢，就针对稀土来做卡脖子，所以直接卡住了美国航母维修的一些必备的弹药的材料。再来第三，也是美国自己长期这种保护主义惹的祸。1920年代，美国通过了琼斯法案，主要就是保护本土的航运业和造船业，它就规定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由美国制造啊，美国人有啊，美国开的船啊。但长期来看，就因为缺乏了国际竞争，所以推高了成本，也削弱了行业的竞争力。那当然导致在国际的竞争之间，你美国的造船或者是运输就落后了。而加上大陆、南韩跟日本，他们的这些造船都有长期稳定的订单，长期又能够形成规模的经济效应，自然就能够再研发、再投入，所以美国就一直屈居于下。但是这一次所谓航母这个8个月修不好它更凸显的是美国整体的军事和战略都出现了问题。第一个，战备能力的空心化，维修然后要不断的积累排到后面。除了杜鲁门号还有一个博伊西号，最严重的干嘛？它排队等修要修9年呢。那你美军这个部署的舰队等于一大部分都在修，那实际上能够用来动支的自然就减少。打仗打的是什么？作战先锋，但它能不能够打得久，而且打得强，长期维持，就是要靠后勤跟维修。如果最顶尖的军舰8个月都不能修好，那你的后勤维修体系当然就是大受打击了。所以在战争的时候就显得特别的脆弱。而航母本来也是美国军力以及威慑的重要展现。那如果你航母都出包，自然而然对国家整体的形象跟军事的威慑能力就大幅下降。所以杜鲁门航母上面的那一块帆布，不仅是盖住了伤痕，它其实更是揭露美国背后制造业空心化、供应链的脆弱跟战略资源错误的配置综合结果。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中美贸易战打到现在，中国大陆有以经济来讲，手握不管是稀土的王牌，或者是在这个美豆上面的王牌。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讲的在军事上面，川普想要复兴他的造船业跟制造业也都是失败的。接下来这个中美
美贸易战会怎么谈下去？还会扩大打下去吗？还是两国会逐渐的达成共识？老师怎么看？你问我是 yes or no 的问题，那我告诉你，那个达成共识的机会非常小，对，继续打下去的机会非常大。哦，那这个你刚刚提到的什么晶片、大豆、商船、军火等等，这就呼应我刚刚第一次发言。因为大国人口多地方比较大，所以它利益面非常多，这个我也需要，那个我也需要，但什么都能够自己提供吗？没有办法，所以会需要对方，这个叫做经济互赖嘛。那在过去这个自由全球化的时代，那我们用自由主义的这个国际理论来看，这两个大国是这样相处的。可是现在两个大国的这个摩擦越来越激烈，对抗越来越升高，这个时候用现实主义来看就非常精准。现实主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国之间彼此不会相互信任，而且很容易掉入所谓的安全困境。就我总怀疑你是不是要对我做什么，那我就把我自己武装更强一点。因为你武装更强，对方说：“哎呦，你弄那么强，你是不是要打我啊？”他又怀疑对方，所以就落入一个安全困境，然后那个对抗的螺旋就升高。那所以我看现在美国跟中国将来回到你刚刚问题，他将来会不会达成共识呢？机会非常小，彼此会互相猜忌，就要想出更多的不同的领域，哎，我戳你一下，你戳我一下，要想办法来挑逗对方一下，或怎么样来打击对方。所以我觉得这个用邓小平一句话来讲，斗而不破。对不对？是。所以我们看袁老师，袁老师我们是非常优秀的，斗而不破是不是这个概念？没错嘛，差不多就这个概念。大国还会继续斗下去。中华文化中斗而不破，对，继续斗，不会那么快破，但是绝对不会就停下来。好，谢谢吴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中美晶片战带观众朋友来关心是复旦现在呢正式的震撼出手了。今天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大陆的这个二维快闪记忆体，全球重点是它是首发的，而且良率高达94%。今天会来关注这个新技术之外，另外就是新凯来的黑科技是否曝光，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光刻机？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现在中国的晶片战是全面做反攻，能不能来避开来自于美国的围堵呢？今天都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看到是在复旦大学宣布的全球首颗它的这个是2维细基混合架构快闪记忆体晶片正式的突破，而且达到量产死亡之谷，良率现在被解读是高达了94%，等于说中国的科研界已经换了赛道，直接是弯道超车。现在有一个说法，等于中国接下来是不用靠美国或者是荷兰的艾斯摩尔，甚至日本等等提供的这些技术或者是设备，开启了自己半导体自主的一个赛道吗？那这样子的一个半导体的原理，记忆体的晶片到底是什么？真的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吗？汉庭怎么看？我们要先想象一下，全世界的这个晶片加工厂都住在一个叫做细作的老公寓里面。那美国呢是房东，他就管着大门，就是高阶制程啊，跟光刻机，就讲说中国啊，你不能再加盖了，顶楼呢我封起来了，材料我也不卖你，所以中国大陆半导体的产业升级啊就被卡住了。那复旦大学这一次所做的呢，它不是要去拆掉整栋大楼去重盖，而是在原本的老公寓里面自己加装一个电梯，而这个电梯呢就是那个2维材料。它非常薄啊，就是非常的细小，但是呢，它却能够帮老公寓跑得非常的快，省电还不占空间，而且更关键的，它装电梯不需要用到房东的零件，也就是他们找到一条不用靠美国的技术也能让晶片性能暴涨的新路。那这个所谓2维加细的晶片到底在干嘛呢？的传统的记忆体晶片，就我们一般手机电脑的，它就像一个笔记本我们写上去就存资料，再擦掉清空，它能够反复使用。可是你用多用久了之后，它可能会破啊，速度慢啊，然后字迹模糊啊，它的性能就会比较累。那复旦这一次用的2维材料，它比较像是用了一种神奇的再生纸。是啥呢？就是超薄、超滑，然后你存资料更快，而且你擦掉清空之后更干净，那不怕潮、不怕热，寿命能够更久。所以他把这个神奇再生纸贴在本来的这个细的笔记本上，他干嘛呢？一测试竟然成功了，而且还能够量产，量产率高达了94%，所以这在半导体圈当然是非常高的水准。那全世界为什么就惊吓到了呢？因为这表示中国大陆找到了一条不靠美国、荷兰、日本机器的半导体的新赛道。
美国现在用的是晶片封锁这个老武器啊，要卡中国的最先进制程。那复旦这一手就是不玩你那一套啊，我用新的材料、新的方式直接绕过去。这就好像美国那是守在大门啊，不让你开车啊，结果你翻墙，对吧？所以你美国守了没有用，而且速度呢还差不多快，所以这当然是有机会能够成为中国晶片的突破口。但是呢，就是到底这些晶片未来能不能够真正的商用，其实还有非常多关的任务必须要走啊，就是它到底能不能够实现瞬间的量产，它的良率，而且成本要低，那而且呢，能不能够撑得很久？不是说就只有几天几个月，那它还要面临到各种环境的干扰，甚至呢，你还要有完整的生态系。就光是只有晶片没有用啊，你还有主机板啊、控制器啊、驱动软体啊，所以这些方方面面的，可能还有一关接着一关还要打通，那才可能是未来中国完全不靠美国自己的新希望。对，所以这个全新的一个技术，重点是它的晶片能不能之后顺利的量产，然后绕过美国跟荷兰的一个光刻机的技术，这个都是值得持续观察的。尤其呢，其实现在大陆这个深圳的湾星展上面，今天大家也会特别的关心，就是这一间新凯来了，它能不能自己公布展出这个全新的来自于国产的光刻机？等一下请吴老师来带我们看。我们先来看到是确实是在今天正式开幕在深圳的这个展哦，今年真的是盛况空前，来自20国，而且600多家的半导体巨头都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了。这一次根据了解，国际展商的数量是暴增了50%，其中有一些比较知名的企业哦，不管是艾斯摩尔、范林、日立或者是住友，但是重点是这一些企业竟然这一次都是变成旁观者。大家也特别在看刚刚提到的新凯来会不会来发表它的国产光刻机？过去它是生产麒麟晶片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它也一口气量出了它的31款自制半导体设备哦，横跨非常多的领域，包括量测跟科时等等，被视为是一个晶片战争的动员令。吴老师怎么看？因为半导体是个比较怎么讲非常复杂的，我们叫供应链。上中下游等等，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呢，有些是产品本身，那就最后制造出来的产品。那产品制造过程当中，我们最早还要先设计嘛，在制造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设备，然后设备呢还需要材料供应等等。那你刚刚讲这个，今天正好展开有为期3天这个湾星展，对不对？对，我们念错，没错哦。星，中芯片的芯芯片的芯。对，他故意用这个，叫起来蛮有趣的，我都怕念错了。所以它这里面的，你刚刚提到那个新凯了，我可能是说。讲夸张的，全球第一个跑去单独做报道，因为我正好碰到认识的人啊，所以就去看。那个新凯来其实是个设备厂，但是他这次我相信他不会公布什么光刻机，因为几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大陆有个布局，有个分工。那深圳的新凯来的目标是做 EUV， 就极紫外光光刻机，那现在都还没有到这个可以让外界看的地步，才很初阶段。但是呢 ，DUV 就是深紫外光光刻机，大概非常确定，就是你刚好也提到那个余亮生，就在上海余亮生，他的工作就是要做这个 DUV。那现在差不多讯息也公布，我也比较可以大胆讲，不然我知道我也不该大胆讲。他们差不多在去年底今年初 ，DUV 的原型机就做出来，然后到年终的时候，我已经非常确定它是浸润式的。那现在应该在上海的中心的某一个厂，我猜应该是南方厂了。我上个礼拜我还特别去看了一下啊，应该当然我看不到嘛，但应该是在南方厂里面在做测试。那表示说 DUV 已经有谱了。可 EUV 可能还要好几年。那这次那个这个新凯来愿意出来，把所有这个制程里面的每个阶段的那些设备都拿来展，可能就是要查这个 EUV。EUV 在他们内部叫做这个珠穆朗玛峰这个计划，就是一个最难攻克的一关，这可能还要好几年。但其他的各个不同制程，你刚刚讲什么时刻啊、沉积啊等等这些制程里面的设备都做得相当不错，有的甚至可以做5奈米、3奈米都可以做。换句话说，就可以做到进口替代，就不再依赖国外的，像是 Applied Materials 啊、KLA 啊、Lam Research 这些厂商，或者日本东京威力，就慢慢取代掉这些进口。那当你有设备的时候，你当然自己的生产就会越来越顺利嘛。因为美国本来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的高阶晶片在境内造不出，海外买不到。NVIDIA 不卖它，就是海外买不到；境内造不出，就是不让你得到设备。现在它自己有设备了，境内造不出这个关卡就突破了，那这个会越来越快。因为半导体是个非常需要有量，我们讲有量就是你有订单，我就一直生产。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越来越学会怎么做。就好像家庭主妇，我每天在家做，那我不会做菜，可是我每天都做一道，今天做的不好吃，明天会进步一点嘛，就越来越好吃。其实完全一样的道理 ，trial and error， 你就一直不停的试了以后，你就累积非常多的这个经验起来。所以呢，如果设备越来越齐全，那就是不停去累积经验，只要够勤奋，资金的供应啊，如果国家给点政策，它没有问题的话，它的进步就会越来越明显。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为止，大陆的国产光刻机基本上这个 DUV 已经没问题了。那 EUV 可能再等上个几年哦。那3奈米、5奈米马上就也可以制作出来。另外的话，我们也来关心到是说，除了厂商各自的努力之外，大陆也把他们的整个这个晶片站拉到一个国家级的计划。因为呢，深圳也正式宣布了会投资的金额是达到50亿人民币的半导体产业基金哦。那他这边也宣布了会整合全国6大城市，形成一个叫做6大战区的联合作战体系，包括他们也会做一个比较精确，每个城市会有自己的分工。像是画面上我们看到，上海是负责设计，无锡就是在封测，那合肥是在储存，武汉光电等等，广州是车用。如何看这个国家级的计划？岳老师，我觉得这里头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就是会谈到这刚刚吴老师谈到新凯来的一个情况下。我跟大家讲了一件事情，这2012年的时候，新凯来原来是华为里面的叫做星光工程部，然后呢受到制裁以后呢被强迫，就像我现在用的这个荣耀手机一样。他们基本上的话，就因为受到制裁，所以就把它切割出去。就是美国基本上要透过长臂管辖，让这个华为本身分开。那包含了 NVIDIA 的话呢，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个 GPU 啊什么华仁勋突然之间变得很厉害。那个像升腾啊、9104啊、9100啊，也都是华为被逼迫所分出去的。那现在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里面分出去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自己认识几个华为的工程师啊，他们跟我讲说，原来华为在2010年到之前的时候呢，他们非常相信全球化的分工。那我也觉得说华为没有必要什么都搞，只是说呢，华为基于自己的发展的策略要搞。但是呢，这个被分出去以后呢，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个新凯来跟华为之间的话有技术合作，没有任何股权。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要透过国家的力量，让他们一起共同发力。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所以你现在讲到说是上海，刚刚听到这个吴老师提到那个中芯国际，它就在上海，它是负责这个半导体的设计啊什么这边。制造半导体的制造，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要赶上目前为止像荷兰啊、美国啊和日本啊的这种垄断的话，在我跟我自己的学生在一起聊的时候，我认识很多电机学生，他们觉得说是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这个正是因为不容易，所以你这边所讲的问题，无论是资金也好，无论是技术也好，什么分工也好，一定要有国家来领导。这个否则的话呢，几乎不可能。所以说，这种特殊的合作方式，只有在国家引导的方式，那么有资金啊，有发展啊，有人才，反正人事时地物各方面的条件合在一起，只有在中国了，那没有别的地方。要否则的话，他就面对没有办法做出来的命运啊！我不是那么乐观，但是我是审慎而且乐观。我相信一定会像新凯来的突破，确实是让大家这次声名大噪的原因，也可以大家可以了解到。中国在合作的情况下，确实蛮符合他自己对于自己所约定的这个计划好的期限。好，那刚哥又怎么看呢？其实我很乐观，你知道吗？深圳一个城市拿50亿出来，你相信吗？1000亿。对嘛？不是只有这么，不是你账面上看到的数字。你说啊，那个上海负责设计，无锡封测，合肥存储，武汉是光电等等。你知道，其实刚刚那个吴老师他已经有提到了。不过他没有说的比较仔细一点，你知道新凯来他在华为的帮助下，华为从6年前就投资了60家公司了，都跟半导体有关的，干嘛？他就是要把这些，你不要说风扇风险，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起来共同为这门的事业付出心血，那国家会支持你的。他现在正在研发什么？新凯来在做雷射诱导放电离子体。LDP， 还有什么那个化学气象沉积 CVD， 还有那个蚀刻与原子沉积 ALD 等等，像这种非常复杂的高科技，因为我们只知道说我们现在做不出来这个 EUV， 对不对？我们最多只能做出 DUV 嘛。那刚刚在讨论说，到底哪一天能够做出 EUV？ 我刚才讲的这些 ALD CVD 跟 PVD 这些蚀刻跟量测。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你认为说中国会做不出来吗？我不这样认为。对，
但是我也相信说它的品质，或者是说你没有，你当然你还不能够达到跟艾斯摩尔去竞争的地步。可是中国人的实力，以及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的人才，你现在也许看不到，突然一天他人才就跑出来了。这些人才从哪里来的？从艾斯摩尔来的，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认为，总有一天中国会达到，而且不是你想象中，还要5年，还要10年，很可能2、3年之内，它就有重大突破。而且美国不能够再小看这一个对手了。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我们来关心台湾的政坛哦。最近有一个激动又高亢的质询画面，就是这个在大陆爆红的主角是台湾政坛的质询狂人王世坚。好，那他一句这个歌词说“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结果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没出息”等等的歌词呢，就被剪进音乐里面，在大陆现在非常的火，变成了摇滚版、夜店版、烟嗓版。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最新画面。本来应该匆匆忙忙，游刃有余。本来应该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好，真的，现在在网络上面就非常的红，这个流量比国民党主席的辩论都还要高。那许多的网友就笑说呢，看选举辩论不如刷世间神曲，既好笑又真实。苑老师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是大陆的网友们真的很关心台湾的政治吗？还是说嘲讽政治被娱乐化？你怎么看？我跟你讲哈，大陆完全是拿这个看马戏团的心情在看王世坚啊，我就讲两句话，因为王世坚的话呢，他无意之间因为台湾国语的关系啊，就本来是从从容容，对不对？他从从容容，对不对？然后游刃有余，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匆匆忙忙，对不对？无意之间押韵了，你知道吧？连滚带爬。因为首先的话，这有3个看点了。第一个的话呢，这个王世坚平常这个质询，他就这个风格嘛，他都会装的样子，这不我们看的太普通，对吧？汉庭在这边都见的太普通。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他这个声调的话，对大陆来讲的话，就觉得很奇怪，大陆没有见过说位居这样的位置讲普通话不标准的，很少啊。然后第3个的话呢，就是说王世坚长这个样子那个很像恰吉嘛，对不对？大家就又喜欢看那个叫什么恶魔娃娃的时候，就是看这个样子，他实在长得有点像恶魔，他人非常善良，而且头非常大，他会拉小提琴啊，对不对？他其实名言太多了嘛 ，Over my dead body， 这不是他讲的吗？对不对？这还有什么好评论的呢？就大陆没有见过如此的言论自由会产生这种结果，他自己都觉得网络世界太神奇了。对，吴老师呢？我是主张两岸要多加沟通交流，有这样子的人帮助我们两岸沟通交流，我觉得蛮好的啊。对，这也表示说其实没有那么多隔阂嘛。他的就算苑老师说他国语不标，普通话讲不标准，他是不标准，很有趣，恰到好处，你知道吗？对，很有趣啊。他是恰到好处，因为他表现得很自然，而且中文只要出现叠字，大家就很容易沟通。小孩子讲话不是都叠字吗？对不对？喝奶，喝奶就好，我就讲喝奶2个字，只要有叠字都很容易沟通，很容易传播。所以我觉得很好，这个现象非常好。那还希望他有再多发明几个金句啊，让大家可以多互相交流。他这首歌里面后来有很多是讲你要哭什么东西，他是在骂柯文哲，把它剪辑在一起。对，他有整首歌。哎呀，我们都很清楚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见怪不怪，我们就活在马戏团里头，看到这个不稀奇了，真的是。对，这个王世坚真的在马戏团里头活。来，汉庭。其实这首歌呢，唱的不是王世坚或柯文哲，唱的是很多人的人生啊。20岁的我从从容容，游刃有余；30岁的我匆匆忙忙，连滚带爬；40岁的我睁眼说瞎话，在哽咽什么啦？50岁的我哭什么哭？没出息。王世坚绿了一生，想不到后半辈子竟然红了，还是靠没出息红的。这人世间谁能靠没出息红呢？王世坚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在歌手作词人的赛道有这么大的成就而且呢，他是继俞北辰之后，王世坚接着在抖音上火红，所以2个人就决定出道啊。王世坚和俞北辰的组合出道就叫奸臣当道。
好，这一方面是网络上面的流行歌曲现在爆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比较严肃一点来关心，现在国民党主席则是选举这个乌烟瘴气啦。因为蓝营内部开始有人说呢，大陆网军介入在这场选战当中，尤其他们抓出来说，赵少康公开指控了8个频道、151部的影片都在操控、影射等等，连国台办都出来做澄清了。干哥怎么看？有没有？我把后面那2句没有唱完的唱完，好不好啊？我看。睁眼说瞎话，你在哽咽什么啦？你在哭什么哭？没出息。音准很好，可以。所以今天我现在讲说，可以，你到底在哽咽什么？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我们所有的这个支持者都哽咽。只要有血性的中国人，你看到国民党现在搞出这个飞机出来，你不哽咽吗？你不难过吗？为什么？只是选一个主席而已，还没有这个光复河山呢，还没有打回去。我今天我讲的难听一点啊，对啊，这个中共介选跟我们这个国民党选举到底有什么关系？没有半毛钱关系。为什么？因为你就是我们某一个大佬，某一位电视台的这个节目的大佬，他发表说，对于这个郝龙斌主席的攻击已经达到50万次了。我们蔡委员不是马上反驳吗？他们反驳说50万次你怎么算出来的啊？就根本就是说灌水了1倍。那对于郑丽文的攻击只有3000多次，对于罗志祥的攻击也只有3000多次，那怎么可能对另外一个人的攻击会达到了50万次这么多？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一种作手，就是在拉抬他。可是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就是说我们一般老百姓不是要看这个，我们要看的是今天你好不容易从大罢免的灰烬之中重新站起来了，重新拿回了你的尊严跟实力的时候，你要做什么给所有的支持者看？我们要看的是这个，而不是宫廷政治再次抬头，对不对？因为我们如果说今天你看到的那样的一个形象的话，我今天坦白讲，它仍然是旧时代的思维跟旧时代的想法。你必须要去找出一个，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身为评论员，我们不会公开支持任何人啊。我们如果说你公开支持了任何人，那你就有立场；如果有立场，你就是偏颇。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公开支持谁，但我们要告诉你说，你的党主席选举应该是什么样的模式跟样态。国民党分成4个大票仓。一个是本土的党员，第2个是海外的党员，第3个是派系、地方派系，第4个就是军系。我去问了一下我朋友啊，他说军系现在乱七八糟，你以为推出郝龙斌他就一定支持他？没有，为什么？他们认为应该要找一个能战的人。对，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究竟谁能够战，谁不能战？其实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经过辩论之后，我发现他们没有互相攻讦，反而是好事者很无聊，载着驴子放到贵州去，希望他能够在里面然后打起来，所以这简直是没有事可以找事干。我认为今天很简单，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是他们的家务事，可是有14万党员选出来的是500-600万的老百姓的希望，所以千万不要把整件事情给弄拧了。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像陈炳华这个发言人，他也讲过说，他很喜欢听到这个王世坚的这首歌曲，你就可以代表说什么？其实就是对岸在这个我们台湾的一些政治事务上面，他还是有关心的，他愿意让这首歌能够在大陆那边能够播放，然后能够有这么多的点阅率。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两岸之间的和谐的关系是有很大的帮助跟好处的，所以我也希望说，国民党的内部的选举能够成为一场正常的选举，让大家都鼓掌赞叹，终于有一个共主。但是这个共主他不是救世主，他面临更大的难题跟更重大的那个负担，他必须要负重前行，带领国民党赢下那一战，两岸之间才会真正有关系开展的那一天。好，谢谢干哥，谢谢。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中东的战局。现在大陆的军武是正式打入了中东的市场吗？为什么会这么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关心哦。现在在中东，我们要来特别看到的是有一个历史性的翻转事件，就是当时大家还记得吗？以色列不是空袭卡达吗？那空袭了之后，沙烏地阿拉伯开始对不管是美国跟以色列就相当的没有信心哦，是立刻和巴基斯坦闪电签署了这个共同的防御条约。这个防御条约的条文就是说，你未来只要是以色列打了沙国，就是打我们巴铁，那等于是双方宣誓同盟哦，两国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同时也是巴基斯坦会提供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核保护伞。这个宣誓的延伸，这一刻也代表大家来做关心的，就是大陆的武器是否未来会正式的进军到中东国家去呢？因为巴基斯坦大部分都使用中国式的军武，那这一回他又牵手了这个巴铁哦，等于是代表中国军工将全面的进驻在阿拉伯的国家吗？其实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沙烏地阿拉伯过去都是美国很重要的军火的仓库，不管是它的空军主力使用的是阿帕奇，或者是导弹装备使用响尾蛇，但是呢，现在做出了一个很大的翻转，沙国的军火库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的武器。这当中我们来看到，不管是东风飞弹，或者是彩虹它的无人机、红旗防空系统等等，这一系列全部都是大陆的武器。这一回沙巴牵手，是否也代表中国正式主导中东的军火链？岳老师怎么看？这个我让大家先了解一下哈，沙特这个国家的话呢，没有武器，但是它有很多钞票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啊，在这个1987年的时候，因为沙特的话呢，感觉上如果美国对他不完全信赖，而且美国完全支持以色列的情况下，再加上伊朗对沙特有威胁的时候，所以所以在1987年的时候，沙特曾经跟中国买过东风3型的导弹，射程3000公里啊，那个时候呢，这个是中国第一笔这个出口军火的，当时的话呢，中国本身叫价的时候伸出一个指头啊，那个。当时中国心里想的是1000万，结果沙特想的是1亿啊，就买了35颗，送来了35亿美元啊！大家中国发觉哇，原来军火生意这么好做的，这个改变的啊！这里面的话呢，我要强调3个重点了。第一个重点的话呢，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呢，尤其是沙特经过了这个盖达的这个被以色列轰炸以后，发觉美国的武器啊，其实已经打上一个大问号。美国自己也很后悔，以色列做法实在太不给他面子。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沙特跟巴基斯坦签约，表面上强调巴基斯坦是所有回教徒国家里面唯一拥有核武的啊，那是受到了一个保护，因为以色列是有核武的国家，但是沙特其实呢是看准了这个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合作的关系。那另外第3点的话，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的这个珠海航展的时候，里面沙特有一个很大的采购团，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为他们而自己包，沙特包了一个地方，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都是黑布。然后呢，中国本身把它要卖给沙特，就装到这里头去。沙特那个几个阿拉伯王子看清楚以后，那下单采购啊。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呢，当然对于沙特来讲，就自己的国家的安全嘛。那沙特会发觉说，经过了武器空战以后，跟巴基斯坦的信心大增，同时的话呢，要了解自己要做给美国看，你不能够所有的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个篮子里头，因为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然后沙特本身现在基于巴勒斯坦的问题，它非常尴尬。本来有个亚伯拉罕计划当中，沙特跟以色列快建交了，你知道吗？现在搞到这种情况下，所以说大家一直在问我说，那个阿克萨洪水啊，那个2年前的这个10月7号，为什么这个哈马斯要攻击以色列？原因就是不让沙特要跟以色列建交。现在达到的目的，但沙特为了自保，必须要买中国的武器，这是可以理解的。对，所以现在许多的沙烏地阿拉伯啊、阿拉伯的世界的国家，现在对于这个美国的不信任，是否这个在军武上，等于是在此刻开始来逐渐的替换，由中国的武器来替换上呢？等一下我们来继续请汉庭来带我们看。尤其今天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在空军的部分，因为沙烏地阿拉伯最新有一个宣布了，金额是30亿美元，他要来采购50架彩虹7逆中无人机，甚至说要买大陆的歼35，重点是大陆会不会卖啦？因为我们来看到歼35是大陆非常核心的一个战机，也是它的第5代的逆中战机。如果
果沙国真的买到了，那是等于是大陆第一次外销它的5代战机。那目前确实呢，歼35正在下水饺般的做量产，编号推算已经有超过60架，而且速度到底有多快哦？这个72个小时就可以造出1架，它也目标量产的这个数量，2026年达到年产可以达到100架。如果歼35真的出口出去了，也代表说可以打破美国的垄断吗？那真的大陆会卖吗？汉庭又怎么看？沙特呢，它本来是美国的 VIP 客户，就是它大部分的东西都购买来自于美国。但是最近呢，沙特它逛着逛着逛到了中国的武器店，就买了大量的大陆的无人机啦、防空系统，而且现在还可能进一步的扩大采购。它为啥这个样子呢？主要就是因为过去购买的经验不好。比如在2022年当初发生也门的袭击事件的时候，它跟美国买的这个所谓爱国者防空系列不好用，对吧？所以觉得美国不靠谱，而且过去常常跟美国这家店购买 F-35被拒绝。而且美国常常要求东要求西，甚至还可能在卖给你的东西上面暗藏一些软件啊！你如果要拿来对付以色列，你这个武器就通通报废不能用。哇，那谁敢再跟美国买东西呢？那反观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它反而提供了一个体系化的打包方案，所以它不仅是卖单一武器，它是卖完整的作战体系的解决方案，战机加防空系统，再加无人机，再加数据链，一体打包。所以包含了是所谓的歼35隐形飞机，还有呢红旗9B 防空系统的组合，能够直接的来帮该国建立从高空到低空的立体防御网。所以这当然就比美国单纯卖1件2件的更加具有吸引力。那沙特到底会买到多广或多深呢？在技术上，就买部分的是可以啊。那你说全买或全部借用，也非一夕之功，因为目前已经买过了无人机啦、什么地对空系统啊，所以技术上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全面接入中国大陆的作战体系，你要把包含什么后勤啊、指挥链啊、资料联网这些作战标准全部都换过来，那恐怕也是需要比较久的时间。它不像你就单纯买个飞机这么快。那政治上呢，当然也很敏感，因为这就会得罪美国。所以美国搞不好也会对你采取其他的一些报复，因此更加有可能的大概就是双轨，它继续维持跟美国购买部分的东西，也继续跟中国大陆买更多的东西，所以混合的采购。那至于像是歼35，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去卖给其他地方，如果真的要卖给沙特的话，比较有可能是降规格的，或者是有条件式的这种分批次的，所以不会都是一步到位。是好，对于沙特来说，在政治上面的考量，所以他之后可能会压2国的武器，不管是美国的武器或是中国大陆的武器。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嘛，中国大陆卖的是这个体系化的一个作战的武器，那这样就可以碾压来自于以色列的美制武器吗？干哥又怎么看？还是需要时间啦。我来解释一下。是，所谓的歼35的出口，大家要了解，美国的 F-35跟它是同级的。但美国的 F-35，它需要10几个盟邦一起来加入计划，否则计划推不动，太贵了。那么歼35需要多少盟邦一起来帮忙，它才推得动？你用这个逻辑去想，就比较能够了解现代战机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面去看问题。所以，就算沙烏地阿拉伯他想用歼35来赶快去弥补第5代战机的破口，也不是那么容易。也就是说，中国能够在自己自力更生的情况之下，发展出的第5代的歼20跟歼35，再发展出第6代的歼36跟歼50，那都不是容易的，因为那叫一国的国力。美国的国力已经告诉你，我没有办法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发展这么多东西，各盟邦过来出钱。你们不出钱的话，你们就买不到东西。日本乖乖的，马上就奉上了。日本是第一个，英国是第2个，德国现在还在看，其他的盟邦通通都付钱了，意大利都付钱，才拿得到 F-35。台湾想给钱，他不要，排到第20几名去。所以大家晓得说，歼35就算它能够打开国际市场，但它还有一条长路要走。所以大家现在心里要有一个正常的、正确的观念。那我现在要讲的是那个彩虹七，彩虹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一的一个架构。为什么？
因为彩虹七是一个重型攻击机，它有点像中国海军的攻击11一样。彩虹七它本身它的重量就重达8吨的，那个是跟战斗机一样大的东西，所以它绝对没有那么单纯是当做无人机来用，它最后可能会真的变成有人跟无人搭配的情况。所以沙烏地现在在看这个东西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已经操作了翼龙无人机2型，已经到了5000个小时了，所以沙烏地阿拉伯也没有在睡觉，所以它将来它不但是翼龙2、翼龙10、彩虹7，像这些将来可以在什么？可以在沙漠地带真正发挥作战功能的这些无人机，是它应该要下手的，而不是歼35，还不到那个地步。要一步一步来，因为沙烏地它也有中国的那个东风系列的飞弹，但是东风系列飞弹不是可以随便拿出来，那是战略级的武器，那个除非要跟以色列拼命才会拿出来用，但是永远不会有这一天。所以发展有效的无人机高低配，用彩虹7来配翼龙2，那才是将来战争真正的面向跟太阳。所以它跟巴基斯坦成为了这个战略伙伴的关系之后，又有巴基斯坦的核子武器的背后的隐藏的加持，我觉得沙烏地阿拉伯在地区上的那个地位会慢慢的增加，尤其是他如果说转向了中国，在中国的市场上面多买一些中国武器的话，其实对他将来的防卫是很有帮助的。好，对于中东国家来说，现在他们也做了许多的调整哦，在政治上面，不管是支持美国会，或者是支持中国，他们也开始做了全新一番的调整。那当然了，这也会影响到他们军事武器上面未来的采购。那政治上，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这个中东的局势。现在好不容易说以哈终于是已经停火了，那国际刑事法院 ICC 这时候在停火之后开始要追杀这个纳坦雅胡，说他犯了战争罪。但是这个时候，唯一挺纳坦雅胡的还是川普了。川普呢特别在这个镜头前面呼吁说，大家应该要挺纳坦雅胡。那包括了这个以色列的国会也呼吁了，这时候我们大家应该要赦免他才对。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揭露，并且分析说，川普这么做其实不是为了和平，而是希望能够帮纳坦雅胡来脱罪做铺路。那听到了这些话之后，其实穆斯林国家都非常的生气，就说呢，如果未来呀，纳坦雅胡只要出席一些集体的集会，他们就会一起来缺席。川普真的有能力可以保护住纳坦雅胡吗？吴老师怎么看？我们观察国际关系纷纷扰扰就看不清楚嘛，所以要有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就是个人层次、国家层次跟体系层次。那你刚刚问的这个川普跟纳坦雅胡是2个人，所以是个人层次。当然，这个个人不是像我们这些普通人，我们有影响力嘛。我们观察这些人是国家领导人啊、派系领袖啊、宗教领袖啊。那这2个都是2个中东很重要以色列国家，很强大，美国当然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嘛。那他们2个人呢，如果有自己的彼此的利益啊，或者恩恩怨怨等等的话，仍然受到国家的牵制。这个国家牵制，纳坦雅胡你刚刚有提到，国内的人对他不见得满意或者不满意都有力量嘛。川普也是一样啊，所以他们有时候他们国家内部的这个牵制。那现在我现在看不出来，但是我知道要观察这些因素。当这些因素把国家因素放进来之后，再把每一个国家因素放进来之后，就看到整个体系。中东地区很复杂，是因为他们彼此国家可能这个制度不太一样，有的比较偏民主一点啊，有的还是非常宗教部落国家，那有的是专制，有的比较民主一点，那还有宗教也有不一样，然后还有大国小国之间有的距离远，有的距离近一点的摩擦就比较大，他们彼此之间的利益。